退姑姑，我不同意你们输我的血。你不就是个血包吗？管你痛不痛你！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赢家大小姐？醒醒吧你！墨月，都怪我，要不是我得了血友病，又是特殊血型，小金也不必受这份苦。活该，勾引我不成，还敢推你！要我说，你们赢家就是收养个白眼狼。就连他的血，不是的，我没有勾引江墨远，更没有推赢陆威。想不到时隔100年，唤醒我的居然是这么一个小丫头，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何冤屈。子金，你就在这儿洗吧。等会儿我来接你去外滩。好的，谢谢小郭。那晚明明是小顾赢陆威让我在酒店换洗，却一字不提。这是他未婚夫的私人房间。赢子金，你怎么在这儿？全霍城的人都知道，这个总套是我的私人住所，你故意在我这洗澡，是想勾引老子不成？不要脸的东西！现在外面都在传，你是个勾引姑父的臭女人。尹子金啊，尹子金，想我赢家千年基业，皆是托老祖恩赐才得今日。你真是……所有人都说我会是预言里带赢家再创辉煌的老祖转世，可哥哥偏偏就多生了你这么个废物，害我不再是唯一的可能。妈妈，我没有。小郭，你快给我解释，那天晚上明明就是你让我去酒店洗澡的。你说话，小郭，你为什么不帮我解释？小郭，小郭，子金，你别推我呀！原来当初尹子金幼年走失，也是尹陆威的手笔。尹子金，若你愿意将身体借我，我自可以为你讨回一切，并让他们付出沉痛的代价，斩断因果。真的吗？一言为定。绝不食言。尹子金，你疯了吗？你居然敢动我！抱歉，刚醒，还以为狗要咬我呢。你是鹰人，好狗不挡道，滚！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把你送回孤儿院？他出去了，记得好好教训你。还是得看看这具身体到底能承载我多少灵力。这3根红线是什么东西？竟然能束缚住我庞大的灵力！妹妹，一个人晚上在这干嘛呢？要不要让哥哥们送送你，免得一个人寂寞啊？不想死的话就滚开！这身体失血过多，此刻还带血。妹妹，你这是跟哥哥玩一起鼓奏呢？啊！我请你骨灰养老。我操！你个贱蹄子，给脸不要脸是吧？哟，七少，你看啊，那不是被赢家收养的小女孩吗？看来是遇到麻烦了。你不是会空手道吗？去帮一下。我？那要是待会儿被赖上了怎么办？算我的。这可是你说的。我操！这小妹妹会武。这可不是简单的会武，而是华夏视为秘籍的古武，甚至从古至今都鲜有人在他的实力之上。
我去，那不是打败天下无敌手？就这么个当宝贝供起来都来不及的，尹家居然只把它当做活体血库，真的是暴殄天物。我去认识一下。想都不用想，都知道你是尹家派来的。都是小姐您的。就500，在护城开个酒店都不够。果然，想要谋点财，还得找点别的路子。怎么，你们也是赢家派来的？大老革命，是他多管闲事，喊我来救你。救我？下次多管闲事之前，先担心你今晚的血光之灾吧。血光之灾，小妹妹，封建迷信要的，你不就是会点功夫？大老饶命！没事，小心点。张安楚，只给他道谢，是不是有点太欺负我了？不是说了是我让他救你的，怎么不给我也算一卦？我不过是想借机试试自己灵力剩下几成，怎么还有人恬不知耻的想白嫖我的卦？我的卦千金难求，敢耽误我发财，可不是血光之灾那么简单。人看着不得，脾气还不行。行吧，我拿一个。银质半两大钱，先前国际拍卖会上就落锤了760万的高价。这个怎么卖？这个多少钱？在这里摆摊这么久，第一次见有人看中网上批发来的破物，看来这是来了个冤大头啊！500，拿走。那这个呢？又是个在公园捡来的便宜玩意儿。哎呀，算了，500，2碗一起拿走。银质半两大钱，没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收获。去，把它从那个丫头手上买过来，600万。是。正好500，钱货2切。放这吧。概不退款啊！还白赚1万。等等，这位小姐，我家老爷愿意出600万买你手里这枚银钱，不知可否割爱？600万！我把这么个东西当赠品送出去了，不行，把古币还我不卖了！哎呀，小丫头居然敢动手！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古币还我，还有赔我1万医药费，不然我告你父母去！怎么，我许久不来，连我鬼市的规矩都忘了吗？我一出手哪有反悔的道理？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以后不得进入鬼市半步。冤枉！我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不用谢我，是某个怕有血光之灾的家伙让我来帮你。原来是他。这位小友，你这枚古币还愿意600万卖给我吗？当然，他现在是您的了。真是个好姑娘啊，有眼光，识货，且不贪心。老爷，你怎么了？糟了，爷前阵子刚做了手术，现在能救他的古医传人远在帝都，这可怎么办？古医，这倒又是个熟悉的称呼。老爷，把药吃了，兴许会好一点。先让他坐下。你干什么？救人。凭你？这位小姐，不要以为我们老爷刚买了你1枚钱币，你就可以信口开河。在华夏，除了传说中的古医，没人敢说能治好我们老爷。心律失常，心前区疼痛加剧，已蔓延至右肩腹部，抽烟导致肺部有阴影，呼吸道堵塞物未完全清理。午夜至辰时是发病高峰期，刚做完手术，这个时候不该出来。
居然全说中了。银针，他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余震？最多4枚，之前那些古一传人都是这么治疗老爷的。那你让他们来。对不起。7枚，那他岂不是比那些古一传人还要厉害？古武、血术、古一，赢家人有眼无珠就算了，我可不能让人抢了这宝贝。老爷，你没事了。多亏了这位小姐，是她救了你。真是惊人的医术，你看起来不过20岁，居然已经远超了帝都那些古医。我甚至觉得呼吸都通畅了好多了。姑娘，我这条老命啊，是你捡回来的。以后啊，只要不是作奸犯科，姑娘有什么事儿，我们一定帮你办到。那我就不客气了。恩人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我姓赢。原来是护城4大豪门赢家千金呐！正好啊，我们也要回家了，就顺路带你一下。我们家呀也有一个小辈，和年龄啊差不多。不必了，穆老。您身体不佳，还是我来送吧。你是富家老妻？哈哈，好，你们年轻人啊有共同的话题，我老头子就不掺和了。走吧。就这一晚上，我们碰见了2次，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缘分？正式认识一下，傅云深。赢子金，今天歇了。哎呦，这不是2小姐吗？您终于舍得回家了？那个夫人说了，既然2小姐那么的任性放任自由，能够自个儿从医院回来，你也不必回家了。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才能进门？2小姐，咱就请回吧。你放心，我没把这当家，收拾个东西就走。2小姐这是想飞临硬闯吗？怎么，现在赢家连下人都可以命令主人吗？赢夫人是怎么教的？你没走，还好没走，不然怎么能见到虎背猫斗的奇景？我没有。我知道，强者是不屑于和某些蠢材多费口舌。这7朝傅云深，古城最纨绔的公子哥，怎么会为赢家最没用的养女说话？走吧，尹小姐，这一次我亲自送你进去。大小姐服软了？夫人，怎么没服软？七少这么晚来赢家，是有什么事吗？没事，路上碰到尹小姐，不放心她一个人，就送她回来了。但不来不知道，原来赢家还有以下犯上、苛待养女的事情。怎么回事？啊，七少怕是误会了，子静也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忍心让她受苦？哦，那就希望赢夫人说到做到了。别让某些胆大的下人坏了你慈爱的好名声，更别让我出手替你教育下人。这是我的名片，有空随时找我。林子锦，我看你真是无药可救。
先是一声不吭的离开医院，现在又和傅云深这个纨绔搞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你姑姑被你害得磕破了头，连演奏会都要推迟了？你什么眼神啊？你什么眼神啊？原来这风影林立的森林游戏是原主和云家的执念，但只要他们每让原主失望一次，这红线便会断绝，而待红线全部消失，便是我灵力恢复进天道之时。也罢，一巴掌换一因果，倒是不管。钟漫华，你还有脸自己？殷子金，我真搞不明白了。同样都是姑姑教的，小轩都可以给姑姑的演奏会做热场了，而你呢？两只老虎都谈不明白。就赢陆威那水平，也好意思说我谈不明白？我看你们也该去洗洗耳。你，嫂子，既然小金都这么说了，不如就让他和小轩一起给我的演奏会助演。展示之余呢，也算是帮我减轻了压力，将功赎罪。我说怎么浑身那么痒呢？原来是有些人小心眼太多，我密集恐惧症犯。怎么？难道不是你自己说，就小姑的水平还不配教你，现在不敢应邀了？是啊，陆威可是预言中的老祖转世，你说他不配，我倒要看看你能弹出什么玩意儿来。最新消息，新锐钢琴家尹路威将在他的演奏会上挑战弹奏薇拉霍尔的高难度名曲《日与月》。薇拉霍尔不过是我几百年前诸多应用之一，而日与月更是我所有创作中最简单的艺术。他们说你还真是好戏。听说你要在赢路威的演奏会上出场，这是什么？传说级钢琴家薇拉霍尔的曲《日与月》，也是赢鲁威在此次演奏会上的压轴曲。可惜在网上能找到的曲谱都有些残缺，我试着补了几个音，或许有不对的地方。没什么错的，甚至与我原版分毫不差。而他也是第一个在音乐上与我思路相通的人。可你为什么总是帮我？或是说你在多管闲事？什么叫多管闲事？我这是很乐意介入你的生活和乐趣，不是吗？该死的薇拉霍尔，留下这么难的曲子，这日与月我都练了多久，怎么现在还是这个鬼样子？姑姑，你急什么？您可是预言里会带我们赢家重新走上巅峰的老祖，自有大气运在身，定能化险为夷。更何况，在你面前热场的可是尹子金，就他那个水平，是衬托你我最好的小丑。你们都听说没？影下那个假千金尹子金今天也要上台热场。尹子金，就那个勾引小姑未婚夫不成，还将人推倒的那个恶毒养女。败坏门风的丢人玩意儿！等等，你们看，我觉得那该不会就是穆赫清的是帝都穆家家主、华夏艺术协会会长都来参加陆薇小姐的演奏会了，大新闻啊！妈，想必是来看陆薇和月轩的，咱去打个招呼吧。走。穆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参加小女的演奏会。我是陆薇的母亲，我是陆薇的嫂嫂，尹月轩的母亲。原来是尹小姐的母亲和祖母啊！感谢二位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千金，才让我捡回一条老命。以后啊，尹家要是有什么困难呢，随时可以到穆家找我。这孩子也真是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连这种好事带走。想来这便是陆薇带给我们的机缘。我的宝贝女儿，果真是那老祖转世。估计啊，尹小姐不说，也是怕你们担心吧。穆先生说的是，这孩子呀，从小乖巧懂事，不论读书还是练琴，从没让我们操心过。还在我最灰暗的时候，挽救了我和振廷的爱情。当年
紫金莫名丢失，婆母丈夫都怪我看管不力，苛责我，冷落我。直到老婆，孩子回来了。将小轩领了回来，这才填补上我心中紫金的裂痕。就连丈夫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许多，不再提与我离婚的事。所以啊，小轩是我们家的福星，也是我中漫华最爱的女儿。如此的优秀，待会儿的演出啊，一定格外的精彩。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宁家千金宁月轩小姐为我们带来钢琴名曲《钟》。看见没？那钢琴可是只有世界几个著名音乐厅才有，保守估计啊，都要300万。陆薇小姐也真大方，把自己的琴借给侄女演奏，不愧是豪门真名媛，人美心善。真不错，就连她教出的小轩小姐都这么优秀。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前来参加陆薇姑姑的演奏会，但今天不止我一个人为姑姑热场，还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妹妹秦子金。她和我一样师从陆薇姑姑，稍后还请大家给她一个展示的机会。完了，我的耳朵要遭罪了。哎，忍忍吧，等会儿陆薇小姐就会演奏薇拉霍尔的名曲《日与月》，到时候我们再好好洗洗耳朵。该死，宁子金怎么偏偏要在今天给我丢人？不行，我可不能让他败坏了穆家的好感。把紫金的礼服剪了。紫金小姐不好了，您的礼服被人剪了。没有其他备用的吗？有，但都在陆薇小姐的化妆室里。但我刚刚去找过了，里面没人。没事儿，那就这样去吧。穿着浴袍，我看妹妹还是别出去丢人了。我刚才亲眼看到妈妈派人把你的礼服毁了，这摆明是不想让你上台。妹妹，你可得好好感激妈妈呀，用心良苦给你找了个借口，好保住你所剩无几的颜面。所以破坏礼服这事，还是我亲妈做的。就为了她那可笑的面子，一次又一次的挖去我仅有的尊严，每次我的期待。又短了一个，这个我不需要。尹子金啊，尹子金，就算你是钟曼华的亲女儿又怎么样？她宝贝了我20多年，往后也只会爱我一个。我会让你知道。如今的赢家可容不下你。花天小姐，你现在的穿着不能上台。怎么？你弹琴是拿布料弹的呀？哦，不是的，小姐，实在是今天的宾客观众太多了，为了您的声誉，还是取消演出。不如你求求我，我就拜托小姑开门，送你一件不要了的裙子，好圆了妹妹你丢人的梦。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他求？不就是一件衣服？你看，这个怎么样？这是顶级设计师妹的高定遗作，他凭什么？喜欢吗？确实不错，毕竟这可是我身为妹神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最佳作品。告诉林若薇，敢在我之后上台，我会让他一个音都弹不出来。有一位小姐，他是铁了心要毁掉陆薇的演奏会，我必须替他支开那块铁。妈，
长老说在会议厅里详谈，要不去一下？那我现在去。穆先生，等会儿上台要演出的，这学艺不精，琴技更是不堪入耳，还是别让他污了您的耳。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聊我女儿是怎么救了您吧。毕竟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什么也不跟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就难免担心。真是难得的孝心呐！但令千金的医术高超，就连我手下都夸他比帝都的那些老头子强好多。不知道这样一双巧手，待会儿能够弹出怎样的曲子，真是令人期待呀！医术？什么曲子呀？我女儿刚才不是已经上台演奏过了吗？谁？尹子金？这怎么可能？穆先生，您怕是认错人了。我这个不成器的养女哪懂什么医术啊，更别提救人了。所以你是说，我穆鹤清老眼昏花到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认不出吗？不是这个意思。哼，也不知道尹子金那丫头用了什么土方唬骗穆鹤清。这要是晚些出了事，岂不是又要连累严家？这个不孝，就不能让我省省心吗？哎，你们看，那尹子金身上穿的，该不会是顶级设计师魅的高定遗作吧？哎，是，我在百科上见到过，就是这件。听说一直被博物馆收藏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接来的。那女人不是说会毁了尹子金的礼服吗？怎么还能让这女人穿上有价无市的高定？姑姑，是夫家闹纨绔被小贱人勾了魂，才借来了这条裙子。如此败家，想必夫家之后又会跟他们秋后算账。姑姑与其现在生气，不如好好休息休息，为之后的日与月养精蓄锐。也是，像尹子金那样的废物，就算让他上台，他也弹不出好来，说不定啊，还会害得我也没时间弹。哇，好美啊！她光坐在那儿，我都觉得自己能看好久啊。又不是时装秀，礼服那么贵有什么用啊？要是她弹一首《欢乐颂》，你们就都老实。是，就算她救了穆鹤清，打扮的再好听字眼，这可是演奏会，尹子金比不上林月轩，不懂礼数，不会弹琴，他就只有丢我们赢家脸面的份儿。怎么能这么好听啊？不对，这调子是日与月，维拉霍尔的日与月。能够将日与月弹奏如此完美，他就像是维拉霍尔本尊音乐之神转世啊！小丫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日与月，维拉霍尔是谁？这名字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不是吧？连这都不知道？老太太，你个眼盲耳聋的，还听什么演奏会？就赢陆威，还吹自己要弹日与月，这尹子京不仅弹了，还堪称完美。什么？这个小贱人居然弹了陆威的曲子，她怎么能抢她姑姑的风头呢？什么声音啊？都在叫唤什么啊？该不会是姑姑您的粉丝已经不满到要把尹子京赶出会场了吧？那我就去看看这场热闹。日与月，是谁在弹？怎么是他？他什么时候会弹钢琴的？
小金，我知道你刚刚从孤儿院回来，没有什么基础，可你怎么连多在看都不清楚？就你这样的人，真是浪费我的时间。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多了再说。别啊，姑姑，就妹妹这蠢样，真的会一辈子都找不到的。那正好，不用交这个蠢货。穷酸难闻死。走，陪我去逛街。对，尹子金他就是个废物，他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完成度？他一定是偷了音频，播放作假。给我关掉音频！我说给我关掉音频！你是聋了吗？滚开！卢薇小姐，不行！你给我滚开！他尹子金敢用音频假谈，我就敢拆穿他的把戏！想破坏他的演奏，做梦！可我已经拔了音源，没了音频，我看他会怎么惨！这怎么可能？没有音频，自己怎么还能弹得这么好？还不去把陆薇小姐扶起来？这么好的演奏，不听岂不是浪费了？是。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才不要听他弹琴！放开我！这可由不得你。救我！陆薇小姐真不愧是护城第一名媛，也只有她能从各个方面都能配得上你。可惜，若小姐没有什么血友病，你也不必帮她将尹子金这个烂名声的臭丫头找回尹家。无所谓，只要联姻之后，宁陆薇就能以赢家主坐稳江家家主的位置，多宠她几回又如何？三爷，您听，陆薇小姐的水平又提高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是啊，只有这样才配做我江墨院的妻子。走。弹得真好！怎么会是他？太精彩了！想不到我一生中啊，还能够听到这么高难度的世界名曲被这样重新的演奏出来。好，好，好。谢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今天应该是金小姐的姑姑陆薇的演奏会，是吧？之前听你介绍，陆薇小姐教过金小姐，那想必稍后的演奏一定会比自己的学生更出色吧？看来大家也很期待陆薇小姐的演奏。我不去，我不去。哎呀，就这水平还好意思说叫人呢？真是个废物，连这都弹不好，还打着薇拉的旗号，你配吗？这简直就是侮辱了钢琴！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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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计划好。我给我关掉音频！你懂吗？滚开！陆薇小姐，不行！你给我滚开！ 기억해 우리 처음 만난 날 拔线是什么操作？极度疯魔了？就这还名媛？我看指定颠簸女鬼啊！今日我就该在他心里像那天一样，
直接断了紫金下来的念想，也不至于让人家丢这么大的脸。亏我还把银露薇当女神，真是恶心！走，不吃冰了，真是恶心！回家。你是故意的对吗？果然，我说你怎么会那么轻易答应我？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看来今夜便是我与赢家缘断时。早知当初，我就不该利用江慕远将这个女人接回来当我的血包。现在外面肯定到处都是我的新闻，我该怎么办？对，我还要和莫远的婚约，只要我成了江家主母，就没人敢再笑话我一句。莫远，莫远，洛薇小姐，莫远，洛薇小姐，您现在和三爷还只是订婚关系，请您注意场合。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你知道我的，是殷子金，他陷害我，设计我，才让我被这么多人误会。早知道他是魏不熟的白眼狼，我就应该听你的，早早把他送走。这是什么？这是8岁时的李路威，以及尚在襁褓中年仅1岁的殷子金。傅少该不会想说，故意遗弃殷子金小姐是赢我？胡说什么？大嫂，难道连你也要误会我？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照片到底怎么回事？18年前你才8岁呀，而你的小侄女才多大，还不到1岁，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你的血迹偷走扔掉，你对得起我和你大哥吗？所以，自己并不是殷家受到的养女，而是被故意遗弃的真姐姐。你对得起我和你大哥吗？谁说这张照片就一定是真的？哼，想我赢家怎么也算是沪上有名有姓，当年连我们都没找到的证据，又岂会让你一个纨绔轻易查到的？我看这照片是为了讨这个丫头的欢心，故意伪造的吧？对，这个照片是假的，可傅家没有理由这么做。钟曼华，你可别忘，你是我赢家的儿媳，理应要维护好我赢家的颜面。更何况小轩还在这儿，我绝不能让妈妈因此对尹子金产生愧疚，影响了我在赢家的地位。妈，小轩，是身为尹夫人，我怎么能让这么一桩不明真假的丑闻毁了赢家的声誉？再影响到小轩的地位就更不好。对，我婆婆说的没错，这个照片是假的。18年前，我赢家确实丢了大小姐，但很快我们就把小轩接回来。而尹子金只是我们赢家领养的女儿，怎么可能出现在照片上，成为被遗弃的对象？很好，原来这一切都是赢家自己的选择。为了所谓的名誉，不惜指鹿为马，也要掩盖尹鲁威丢弃自己亲侄女的丑闻，断绝亲缘。这就是还让我抱有期待的母亲尹子金。钟曼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尹子金说的，哪怕只是对不起3个字。对不起？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收养你，只要你不作妖，你就和小轩一样，还是我们赢家的千金，吃穿用度怎么也不会亏待你，怎么会亏欠你？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尹子金最后的一丝灵魂回来了，养我，从一开始就是你们不顾我的想法，强奸我的户口，
拿走我的身份证，把我接回赢家，却让我这一年活得连条狗都不如。吃是你们生的，穿是你们弃的，何来感恩一说？也是你们让我给银路威献血，把我当活体血库，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抽血太多也会死。甚至在去年某个宴会上，赢夫人为了不让我出去丢人，给了我一杯下满了安眠药的果汁。你们还真是用心良苦。你怎么知道？你明明已经把杯子清理干净，也清理了其他痕迹，可是就是那么巧，我全都看见了。通过反光，子金，喝了它，等会儿去宴会就不紧张了。谢谢妈妈。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为了你安眠药吗？不就是没有让你去宴会吗？我问过医生了，这种药量不会对你身体产生伤害，最多就是让你昏睡一阵子。是，换做旁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我对那药过敏，我甚至差点死在那个晚上了。所以你们给的这条命，我也是还给你们了。反倒是你们赢家欠我，辜负我。我怎么能被这个白眼狼说动，竟还生出一丝愧疚和惊恐？哼，说来说去，你不就是觉得我们偏心小轩吗？你妈妈让他去，没让你去。你要是礼仪学好了，你妈妈能拦着你？行了，这500万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但往后你最好给我识趣一点，不然我和你妈妈现在就把你送到孤儿院去。妹妹，你还不快谢谢奶奶？你们赢家还真是没落，区500万，我还不放在眼里。你给我站住！500万还嫌少，怪我赢家就不该喂大你的贪婪的嘴脸。ATM 里取钢镚，你说我贪婪？难道不是吗？你刷着我赢家的卡，穿着你妈妈给你买的礼服，却还嫌我500万少，说是钢镚。哼，卡？什么卡？你们给过我？还有这礼服，是我送给子金的，请不要偷走别人送的礼物。这怎么可能？你在我赢家生活了1年，不可能什么都没添置。我确实没有给过他卡，我没有给他卡，那是怕他刚回来花钱没个轻重，大手大脚的，养成坏毛病。那衣服呢？我赢家还不至于买不起几件新衣服吧？衣服，我实在太忙了，那都是小轩穿剩下的。但那些衣服也是我没穿过几次的，就都让给妹妹了。你说的是那一屋子脏污破烂，也需要你让给我？天天不知道的，还以为赢家揭不开锅了。傅云深，你怎么跟长辈说话了？没规矩的家伙！你，还有你，都不配。走，混账！给我拦住他们！就凭你也想挡我的路，小
我，尹子锦他居然还会鼓舞。传说任何一鼓舞者都有动摇一家族的根本。走。好，好得很。你翅膀硬了，不认这个家，我倒要看看离了赢家你怎么活。赢了会发疯的视频，以及遗弃我的证据，都是你找到再散出去的吧？谢谢你，总是恰好的出现。今天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日后你有什么困难，我会帮你一次。那我若是要你一直欠着我，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配给我？不会，因为你总有需要我的时候。比如你爷爷的病。你怎么知道的？差点忘了，你还是个会算命的。但医生说过，就老爷子现在的状况，哪怕是华国的古医，都束手无策。只有一个人，我可以，或是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人，你信吗？我信。你说，改道回老宅。爷爷。哼，臭小子，还知道回来啊你？哎呀，这是谁家千金？怎么带回来不事先通知一声啊？搞得见面礼都没准备。哎，老李，到我书房那个抽屉里面那个拿来啊。好。爷爷不必客气，傅先生助我多次，既是我的朋友，那你也是我的长辈。啊，朋友。也是，我看这个臭小子就没这个福气。不过这礼得送。老爷，您要的东西。哎，这是云深他奶奶留下的东西，是给他媳妇儿的礼物。殊不知他孙子是个不开窍的寡木头，与其说一辈子送不出去，还不如我拉下老脸替他送。爷爷，您瞎说什么呢？爷爷，您说什么呢？你叫什么叫？人家姑娘都没说什么，你害什么羞啊？你第一次带姑娘到家里来，我看着有眼缘，我想送就送，管着吗？哼，那就先谢过爷爷。是，您是一家之主，都听您的。走吧，我们去药材室。那爷爷，我们先去忙了。哎，好。抱歉啊，我爷爷总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喜欢乱点鸳鸯谱。无妨，正好借此机会试试爷爷的脉。怎么样了？人老了，总会落下一些病，日常好好调理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棘手的是，爷爷体内还有一种毒素。毒？与其说是毒，不如说是一种接近苗疆的蛊，还是活的，并且已经侵占爷爷的心脉。那能治吗？能。不过某味药材难寻，需要些时日。我要去找一个人，暂且只能先用金珠遏制住爷爷体内毒素半年。看来原主灵魂的消失对这具身体的打击很大，甚至令我遭到了反噬。你还好吧？无妨，只是这具身子太弱了，
刚刚又动用了太多灵力，需要一段时间休养。抱歉，爷爷也是多年求医无果，所以才会对治疗的医生十分抗拒，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让你替他疗伤。要不我先带你去客房休息一会儿。缺什么东西，你直接给我发信息就好。晚安。傅云深，还有什么事吗？还给你。不必了，既然已经送给你了，你不想要的话，可以随便处理。果然，谭旭是喂不饱的，他都把我当朋友，我竟然还想得寸进尺。与赢家减半3个阴物，虽恢复了我全部灵力，但这具亏空的身体却暂时限制我的使用。看来找人还得用老办法。魔术师，那可是世界第2毒药师的名号，老君有几条命啊就该找他。而且我还听说魔术师早已隐退多年，是到处环球旅行呢。不如从他女儿入手，如何？一手消息，价格好聊哦。说多少钱？10万。过去。说。老板大气。关于你要找的魔术师，他女儿名叫兰雅，是华国小有名气却又极其神秘的新锐收藏家，专门喜欢收藏尚未出名的新人作品。近期他还为此举办了个艺术比赛，老板可以了解一下。艺术比赛，看来只能这样。要想解傅老爷子的毒，就需要一条千年蛊做引，而这样的蛊虫，普天之下现在也只有魔术师才能拿得出手。我得借此比赛接近魔术师的女儿兰雅。我说了，谁都不要来打扰我！都给我滚！姑姑，是我，玉轩。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但你就这么甘心被银子金耍了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兰雅艺术大赛，我在报名表里发现了银子金的名字。就他个废物，他还敢参加艺术大赛？他不仅报了，还报了所有项目。怕不是没钱了，来混个参与奖的吧？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艺术大赛从不缺偷人画作、坏名作弊的事。你是说银子金也会？当然，就算他不会，我们也能帮他一把。那女孩多大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哪家姑娘？认识多久了？啊，爷爷。爷嫂。啊，哈哈。走，你不用再多睡一会儿吗？早餐我可以让人帮你送上去。不必了，我今天还有很多安排。那等会儿叫云深送你过去，正好他每天闲在家里没什么事儿，看着就烦。好。不过我还想再借这里的书房用用，还有笔墨。唉，可惜了，难得少爷认识了如此优秀的小姐，丹青、书法、油画无不精通，他却只是当她是朋友。哎，这你就不懂了。等云深以后悟了自己的感情，他会去追的。咱们等着瞧好了。穆老爷子。嘿，莹小姐，你怎么来了？来给你复查，最近感觉怎么样？哎呦，好多了。来来来，进屋里坐。坐。莹小姐，上次你在鬼市给我插了那么几针呐，我感觉我身上的那些老毛病啊都没有了。那正好。
您再试试这个。这是什么？哎呀，这好像是电视剧里边那种长生不老的药吧？不是的，不过确实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哎呦，那我真是不舍得吃啊！爸，我爸刚从外面捡回半条命了，你又想给他吃什么东西？什么心思？你个蠢货！这是在鬼市救了我的迎神医，要是没有他，你老子我早就见阎王了。迎神医，爸，您说这小姑娘就是迎神医，你没骗我吧？废话！迎神医，你可就是我的再造父母，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呐！你个混账东西，你老子我还在这儿呢！神医明鉴，我爸这人天天被卖保健品的骗，你还越骗越勇。我以为你也是，实在是对不住，给你道个歉。没想到向来食宝鉴宝的行家也有被骗的时候。你快起来吧。让他跪着啊，跪到饭点再陪你吃个便饭，你看如何？不必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尹小姐，那我送送你吧。不用，我和他一起。哎，等等等等，我好像闻到了墨香味儿。应小姐，你是不是又淘到了什么宝贝啊？不算宝贝，只是我写的字画而已。哦，那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可以吗？爸，这字儿，爸，这字儿，起开！严小姐，你的这幅字我出100万卖给我可以吗？啊，不，200万也行。爸，你怎么越老还越抠门呢？宁小姐写的可比你当年年轻时写的好多了。您当年一幅狗爬的字都卖800万，您再瞧瞧这，行云流水，入木3分，没有30年以上的功底，肯定写不出来。你个不孝子！李小姐，你可别跟我爸一般见识啊！这幅字画我买了，我出1000万，绝对不让你亏。我出2000万，不卖你。啊？怎么你也？你不是知道吗？这幅字画是我拿去参加莱雅大赛的，今日5点之前就得送到赛方手里。你们若是真的喜欢，我再写一幅就是了。兰雅，哎呦，殷小姐，您怎么能够拿这么好的绝品去参加那么小的一个私人的比赛？真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哎呦，这么好的作品呢，我也不好意思强留。这么着，殷小姐，你让我跟这幅字合个影，总可以吧？这个好说。好，来，我来吧。殷小姐，一起来吧。你好，报名。把作品留下，填好信息就可以离开了。尹子金，这不就是陆薇小姐叮嘱的那个人吗？小姐，你要的字，稍后便可派人安去，但请一定要在明早前和我报仇一切，送还。我再写不出好的作品，我还有什么颜面坐我这书法协会副会长的位子？魏大师，小薇，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啊？我偶然间得到一幅佳作，笔锋间似大师几番，却没有署名，不知是您的作品吗？这字即便是穆可清都未必能写得出来，而若是我的，别说做副会长的位置，就连会长一职都可以使。哈哈，这正是我的随笔，怎么会跑你那儿去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你写。你？当然了，也可以是你写。喂，李师兄，下周末莱雅赛展，有兴趣和我一起去逛逛吗？
林师兄，今天多谢你能抽空来陪我看展。谢谢你，你我本是师叔同一书法老师，更是我唯一的师妹。只要是你的请求，我都会答应的。管理林喜是我们书法圈出了名的刚正不阿，由你来打架尹子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想不到啊，在兰雅这种小众的比赛里，还能看到如此佳作。师兄，那里似乎很热闹。走，我们去看看。啊，原来这还是我妹妹尹子金的作品。尹子金，听说她前几日还演奏了薇拉霍尔的名曲，如今看这书法也是格外优秀，想来必定是个全才。什么全才？一个靠偷窃的沽名钓誉之徒，还敢在如此伟大的作品上贴上自己的名字，这简直是侮辱，实在是可恶！啊，这怎么会呢？我妹妹不是这样的人。不是尹子金。林喜师兄，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不能污蔑我妹妹啊！什么林喜？他居然是那个刚正出名的书法天才林喜？那偷窃作品这事八成就是真的。诸位，今日我就请大家与我一起作证，此乃魏后大师的专属，外行人看不出，但仔细看便能看出这些花纹组成了一个魏字，这便是尹子金偷窃作品的铁证。牛啊！我一个不关心书法的都听过魏后的名字，这人怎么敢的？哎，你说谁这么牛逼？我啊！这就是尹子金，他还敢来啊！子金，你终于来了，你快跟大家解释解释，这幅字到底是不是你写的？的确不是我写的。哼，大家都听到了。操！因为我写不出来这么垃圾的字。你竟敢说呀！他怎么敢这么说呀？这不是偷玩，这是什么？尹子金，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就这字，连我老师都写不出来，你敢说它是垃圾？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子金，姐姐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咱犯了错，得认得改啊。我又没做错，改什么？好，好，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白桌，拿笔墨纸砚来，让他写。不必。这就行了。你知不知道写字最忌心急？你写的这么快，还能写出什么好字啊！善书者不择笔，就是这个意思吧？可就算你写的再好，也不代表你能在纸上发挥出同样的水准。那就不妨再让你们看一看。笔来，纸来。怎么？快回纸上，这会又快不起来了？无趣！啊，这是刘开公他疯了吧？荒唐！是个人都知道，左手连右脑，右手连左脑，两只手同时写字，要想写得好，那可是难上加难。尹子金啊，尹子金，你这可是在自取灭亡！哗众取宠！我看艺术就是被你这种人给侮辱了。啊，这怎么会？这一幅和上面那一幅相比，魏后真成了垃圾。这么牛逼，还用得着作弊？就算尹子金他真的写得很好，不能证明他没有偷盗魏后大师的作品。大家看那字上的印章，这就是铁证。荒唐！穆老，刚才你说这幅字是魏后写的？是的，穆老，我刚刚已经给魏后大师发过消息，他说这是他的练笔。练笔？就魏后那破字儿，还好意思说是他的练笔啊？他配吗？现在立刻马上把魏后那个蠢材给我叫过来，10分钟内我要见到他的人。啊？什么呀？10分钟？哎呀，穆老，许久不见，最近还好吗？没有你整的那些幺蛾子，我会更好。穆老，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
我就问你，这一幅字是你写的？哎呀，不错，这字的确是我的练笔，前日不慎丢失，没想到居然在这儿。哎呀，莫老，您听到了吗？这真的是魏后大师。我说话的时候有你插嘴的份儿吗？我再问你，这幅字你什么时候写的？这4天前，灵感来了。好，你说是4天前写的，可我为什么1个礼拜之前就见过呢？并且还拍了照？难道是你穿越回去写的？你看清楚啊，这个是在老子家里拍的，这个是老子的不孝子，这个是老子的西瓜和苹果。魏后啊，魏后，你知道老子的家门是往哪个方向开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这幅字是你的练笔？真的假的？殷子金他怎么还会有别的证据？你说呀，你倒是说呀，这幅字是不是你的练笔？也就是说，这幅字真的是尹子金的作品，而偷盗者竟然是魏后大师。他才是偷窃！偷窃、污蔑！魏后啊，魏后，我是绝不允许我们书法协会有你这样的败类存在。瞧瞧，这多好的一幅字啊，怎么就让你的印章给破坏了呢？让一让，让一让！获奖名单出来了，全是第一，这还是人吗？怎么会这样？他明明前不久还是什么都不会的村姑，怎么短短1个月之间会了钢琴、书法、绘画？现在距离见到蓝眼仅差最后一步。不容我，不容我！这是多么绝妙的画呀！我的天哪，我的上帝，这完全就是上帝之手，奇诺冯在世！莱雅小姐，请您克制一下，这还到处都是人呢。蓝雅，他就是蓝雅。我不管，我现在就要见到画这幅画的人，立刻，马上！请您再给我们点时间去联系。不必了。难道是他画的？我就是你要找的人。你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呀？是。那你一定很喜欢奇诺冯吧？不喜欢，他画太多了，好几次都想把他埋。为什么？他可是留下了上百幅辉煌画作的天才啊！因为他画画的时候总喜欢边画边念圣经，用的还是拉丁语，吵得我头疼。您说话可真有意思，就像亲身经历过一样，讲故事还有声有色的。不过啊，我确实去欧洲参观过他的故居，到处都是圣经。你能收我为徒吗？我的天哪！传说中的新锐艺术家蓝雅竟然要向尹子金拜师，怎么什么好事都让尹子金碰上了？这丫头眼光不错，算是拜对了人。蓝雅小姐，麻烦你先起来，我不收徒。我不，除非尹大师肯收我为徒，不然我就算死在这里，臭在这里，我都不起来。我真的很崇拜奇诺冯，要不是知道他已经去世了上百年，我真的以为你就是他。所以，请你教我作画好吗？蓝雅小姐，我真的不收徒，而且很忙。那你能不能多给我几幅你的画，我好带回去临摹？这倒是可以，但要钱。给，我曾经一幅画买过700万美金，我给你双倍的价格。那我倒是可以免费再送你一幅。真的吗？不过我有个要求，我朋友的爷爷身中蛊毒，需要一条3000年的蛊来作引。你怎么知道？我父亲是？难道你是？按照约定，这是您要的3000年蛊虫。多谢，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是。那您答应我的话，改日我会让人送到这里。多谢大师。喂，
什么？傅老爷子进急救了？爷怎么样了？哟，这不是咱傅家出了名的纨绔吗？怎么，知道老爷子的身体不行了，来争财产？傅依晨，你最好别跟我搞僵。云深啊，依晨也没什么坏心思。哎呀，这病魔呀，折磨了老爷子这么多年，你也应该让爷爷休息了啊。家属呢？病危通知单签一下。我来签吧。哎，你狂什么狂？爷在你手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不得起责任吗？子敬，我说过，你帮过我，我也帮你，更何况阎王也不敢随意在我手里抢人。云深呐，你怎么把你爷爷的命赌在这个黄毛丫头的身上啊？我不同意啊！没用的东西，就该在外面乖乖的。现在你还信我？不信。这，谁让你进来的？出去！让他进来。你来了。需要我帮你吗？不用，不是什么事儿，你们也帮不了。这是蛊液？这还不是普通的蛊液，此针法已失传已久，1000年来，唯有蛊医创始者才能够施展的绝密，更融合了毒师之技。难道你就是？父亲，我今天见到了您说的那位天下第一毒师，果不其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容颜未老，分毫未变，不愧是被誉为仅次于天道之下的神算者。子敬，不必担心我，我不仅是在为爷爷清除毒素，更是在为他调养生息。否则，再强的身体也扛不住滞留了20多年的毒素。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消耗有点大，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再动用灵力。那我现在带你去休息。不用，再观察观察吧。莫远，不早了，咱们早点休息吧。今日之后，这里的密码会改，江家也不需要品德败坏的主母。你若还想留点颜面，就自觉退婚。莫远，我知道我在演奏会给你丢脸了，但你也知道，尹子金他从小就不学无术，我质疑他的能力很正常。还是说，那种照片你相信了？你也觉得我会是丢弃侄女的天生坏种？无论我信或不信，事实就摆在那儿，你自己心里也清楚。而且那晚，我也亲自找了一下尹子金进我房间的监控，是你亲自把他送入我房间，事后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从前我或许会念在你还有点价值，是个不错的婚姻选择，我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也是我最后的情分。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记得别落下什么。那女人说的果然没错，
哎呀，我可怜的小陆薇，明明你才是这个家最受宠的小公主，是老祖转世的唯一可能，可现在却突然多了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子，夺走了本该属于你的宠爱。只要他消失了，我就还是赢家最尊贵的小姐，莫远也不会再受他的蛊惑。喂，300万，我要他的命！还好有你，爷爷才能安全的度过今晚。力量不够，快走！快走！快走！你没事吧？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你这么救我，为什么会要了你的命？因为救你丢了命，听起来还挺浪漫的。胡闹！回医院。抱歉，我轻点。殷子金，你可不可以顾着了？别管我，先带他去治疗。殷小姐，我自己。医者不自医，我很担心你。好吧，我很快，你在这等我。记得把药吃了。抱歉 ，boss， 是我监管不力，没想到英龙卫竟敢直接下手。那就借此将他送出去，送到你们可以动手的地方。之后，我会自觉理罚。什么？你们居然让他跑了！你们几个废物！说，不以为杀害殷小姐的是谁？怎么这么快就让他们找到了线索？不行，绝不能落入他们手中，我得逃出去，最早离开这个机场。很好，这下他们暂时也别想抓到。你们是谁？欢迎来到这国，我们是这里的执法者一字队，现奉命将买凶杀人嫌疑人缉拿归案。上！你们放开我！我又不是这里的公民，你们没有资格抓我。因为你踩了这块土地。殷子金，果然是你这个扫把星！都怪你夺走了我的气人，我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后悔呀！我当初就该把你扔到河里，让你溺死，断掉你回到赢家的可能。你怎么讲？你们要干什么？我可是护上赢家的人，我还有血友病。你们敢碰我一个试试？要是有一丁点差错，你们赢家的人挖了你们的血。赢家血有病，邢路恩，你为了躲避杀人未遂的惩罚，连夜逃到这里来，连赢家人都没有来得及通知一声，不就是以为这里是法外之地吗？我那么放心，赢家很快就会知道你的消息。但是好是坏就不一定了。至于血有病，你还记得你这些年靠这个借口，从他身上拿走了多少东西，也是时候还一还。这一年，你从他身上抽的血，都要10倍、100倍的还回来。走吧，看多了脏眼睛。记得通知一下赢家。是。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护着殷子金那个贱人？夫人，是这国一字队发来的文件。一字队？对，在无法之地一手遮天的地头组织，怎么会给我们寄东西啊？快看看！
老夫人，老夫人，妈，振廷，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妈踢进医院的？是子健，还有傅家那个纨绔傅云深，他们不仅在陆威的演奏会上捣乱，还捏造证据，说当年抛弃子健的就是陆威，害得陆威被江家退婚不说，还莫名其妙被这股的一字队抓了。妈就是看到陆威在这股的照片才晕倒。你说的那个证据，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不多，就我们和江家。看来我得尽早找到那些所谓的证据，让任何人顺藤发现当初是我朕怂恿为将紫金遗弃，再让月雪李代逃枪。号外！我们发一发！头上名曰赢辉，父亲18年前将自己弑君狠心丢弃，现历经还摆手杀人，我是坚决会逮捕。所以陆威这次被抓，是因为他想杀子健。此等丑闻必定会让集团股票大跌，说不定瞬间会蒸发10几个亿的市值。那怎么办？首先，这里没说清楚得的是哪个女儿，让公司公关部准备好，把赢家塑造成受害者的形象，再让小轩准备一条微博，说他早已原谅了陆威，让大事化小。陆威，我的女儿，她现在怎么样了？妈，医生，快来医生！快看看我妈！以老夫人现在的情况，整个皇只有一个人能救她。就是这里了吧？赢神医，隔壁有床病人，他的家属想要见你。赢神医，这姓氏听起来倒与我赢家一样。隔壁是赢家，让他们等着。听说赢家已经准备了公关，让尹月轩冒领被拐受害者的身份。看来赢家这是铁了心要让尹月轩坐稳大小姐的位置。那你呢？会不会因为他们的选择而难过？不会，那个想要亲情的尹子金早就消失了，而我也早就与赢家断了因果。往后只有他们赢家欠我还我的时候。哎呀，这都多久了，还不让我们进去？不就是会点医术，让人尊称了2声神医吗？还在我们面前摆起了架子。让他们进来吧。久闻尹神医大名，说来也巧，你与我夫家的姓氏啊，听起来十分相似。不巧，我的赢跟你们不同，我是赢子金的赢。子金，你怎么在这儿？你这不孝女，你奶奶都被你气病倒了，好几日也不回家看看我和你奶奶，你在这胡闹什么？怎么了？他没跟你说吗？我早就跟你们赢家断了关系。荒唐！你是我赢振田的女儿，身体里流着赢家的血，这岂是你说能断就能断的？那就该问问你的好妻子和你的好母亲，他们是怎么对待你这个亲生女儿？怎么回事？这都是误会。我跟妈也是为她好，不想让她丢了赢家的脸面，所以就管教严了一点。你所谓的严厉，是指给我下过敏的安眠药，还是把我当宁路威的活体血包，亦或是指鹿为马，想让尹月轩冒领我被害者的身份？你怎么知道？但子金，妈那也是听你。够了，这都不是你不忠不孝的理由。你身为赢家的千金，享受着赢家的锦衣玉食，就应该为赢家的脸面着想。更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跟你姑姑姓你血，不应该吗？生而不养，算什么父母？我还是真从未见过像二位这样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出去，这里是我祖父的病房，不欢迎。闭嘴！我跟我女儿说话是家事，有你这个外人插嘴的份吗？更何况子帆，我们也不是特地来寻他的，我们是来找
营神医。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哎呀，我说呢，像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怎么可能是？银神医，银神医，您上次为傅老爷子开的药方照旧吗？好，林先生、林太太，为二位介绍一下，这位便是你们要找的银神医。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是银神医。二位别看银小姐这么年轻，全华夏她是第一神医。哦，说来也巧，你们二位好像是同一个姓吧？莫非认识？他认识。那你们有事先聊，我先走了。既然你会点医术，刚才怎么不承认呢？你只要治好你奶奶，你还是赢家的千金。之前你做过的过错呀，我都可以既往不咎。我说过我要救你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说过我不会救，还有赢老夫人的病。子金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她是你亲奶奶，你怎么能不救呢？你这混账！申婷，这是鼓舞，你什么时候学的？怎么后悔了？我似乎比你们想象中的更有价值。荒谬！就算你再厉害，你也是我的女儿，你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吵死了，把他们赶出去，别打扰银小姐。入夜休息。是你敢？哎，干什么？你子金。哎呀，振廷，你为什么这么凶我们女儿？更何况她现在还是名正护城的银神医。这白眼狼啊！真是白眼狼啊！一个白眼狼！来，奶奶。甜不甜？还是我家乖孙乖，不愧是奶奶的好孙女儿。你们都回来了，怎么样？有没有见到神医？他怎么说？你来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得罪人的事儿，惹神医生气了？不是的，其实这个神医你也认识。我认识，那不更好吗？那赶紧把人请过来呀！哎呀，请不来。你知道那神医他姓什么吗？他姓嬴，他就是那个跟我们断绝关系，你离家出走的好孙女嬴子京。你说什么？嬴子京她是神医？萱萱，怎么办啊？萱萱，子清他记恨我，不肯给我治，奶奶还有多少年活头啊？要不你去求求他，求求他好不好？再或者说，就答应他，在他下个月生日的时候，就对外公布，他才是我们嬴家的真正千金。他不是一直想要个身份吗？你就让给他好不好？不行，我绝不能失去真千金的身份，沦为圈子里的笑柄。奶奶，既然妹妹不愿，强求也未必换来真心啊。你想啊，要是她只是口上应允，心里却记恨着奶奶怎么办？会不会就不那么用心给奶奶治疗了？说的也是，那人这么恨我，他指不定会在药里给我下毒呢。可在华国也没有比他更厉害的古医了吧？那又怎样？华国没有，我们就全世界找。爸妈，奶奶，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通过 ISC 的预赛了，只要我后续取得名次，就可以顺利保研诺顿学府。诺顿，哎呀，那可是世界第一的学府啊！那个学院为了保那些天才学子，独立于世界任何政治组织之外。好，不愧是我嬴振廷的女儿。等你考上了诺顿呢，我们嬴家在沪上的地位也会再重上几分呢。我就不信，我在诺顿学府还找不到比嬴子京更好的医生。嬴子京同学，恭喜你在 ISC 预赛中取得华夏第7的好成绩，成功进入正赛。
ISC， 我什么时候参加过这个竞赛？是不是只要我努力学习，在 SC 上取得不错的成绩，进入诺顿，爸爸妈妈就会多夸我一句，多看我一眼？我一定可以通过预选。想不到原主还有这般毅力和你。不过这次我没办法帮你实现愿望。只要我能在今天的正赛里正常发挥，就一定能取得不错的名次，进入诺顿，给奶奶找到名义，稳固我赢家唯一真千金的地位。这位同学，这里签到。好的，老师。为什么他的名字还会出现在这里，甚至还比我高2名？不行，我不能再输给他。哎，同学，你不比了吗？哎，同学。听说你能联系上顶级黑客 David， 我这有串号码，希望你在破解之后将 SC 的题目倒出来。至于价格，你随便改。这一次我不会再给赢自己。现在我投射了机会，我要让他彻底失去参赛资格。原来这是你的考核，不知道又是谁在不知好歹的设计。喂，刚刚因为你，我可是失去了一单大生意，要怎么补偿我？晚上陪我吃个饭。好。没想到妹妹也通过了 ISC 的预选，真是难得。只希望这机会不是什么旁门左道来的。同样的话也还给你。怎么还不出来？这么久啊！出来了，萱萱，这里。萱萱，考得怎么样？一定能拿一个不错的名次。不愧是我的宝贝孙女儿，真厉害。他怎么也在这里？子清，他也是来参加 ISC 的。就凭他，怎么可能考过我们用心培养的小萱？哼，也不知道走了哪里的狗屎运，一会儿钢琴，一会儿神医的，现在又碰瓷上了 ISC。子金啊，妈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能做个诚实的孩子，而不是靠投机取巧。够了！谁允许你诋毁我的人？混账！那赢子金姓赢，是我赢家的女儿，何时成了你傅家的人了？真是不知羞耻！是啊，如今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女儿如此，原来是被你带坏。妹妹啊，你就不要执迷不悟了。谁允许你们这么说他？妈妈，奶奶，反了！虽然我很高兴你能为我生气，但是对付这些人不值得你消耗自己，我会自责，会心疼你。走，我们回家。你现在心情很好吗？就因为我刚才维护了你。是。那你还真是容易满足，别人一点点的好意就能让你的真心全部交出。不，是你的一点点好感，就值得我将真心全部付出，因为我知道，你能愿意为我敞开心房的分量多重。你又在胡说些什么？我不懂。那我就直说了，樱子静，我可以追你。追我很难。我可以慢慢追啊，反正，在你男朋友的这个位置上，我得是第一记住。
那是尹子金哎，前2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他演奏日与月的视频，没想到他也来参赛了。他不仅钢琴弹得好，学习都这么优秀啊，厉害啊！一个大学都没读完的村姑，谁知道他是怎么通过的预选？我去，真的假的？怎么会有人连大学都没读完就能通过 ISC 的预选？这简直不符合常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认识很多生意场上的男人，甚至还不知羞耻的勾引过我姑姑的未婚夫，就是那种交际花，你懂吧？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所以说明他会伪装啊。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要是没做过这种事，怎么会有这种传言？尹月轩啊，现在一个巴掌能拍响吗？殷子金，你什么意思？动不动就打人，这就是你的教养？教养那是对人的，对你除外。你敢嫌我脏？一会儿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再也笑不出来。你们快上网看看，有人匿名举报尹子金不正当获取 ISC 初赛名额，更晒出证据证明他窃取了第2轮征赛的题目。那他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敢盗取 ISC 的题库，这直接锤实了他的账号 IP 啊！各位面试官 ，ISC 作为国际竞赛，最是应该追求公平公正，斥责偷题这种卑劣的作弊手段，所以我要求取消尹子金的比赛资格。取消比赛资格！取消比赛资格！取消比赛资格！肃静！关于你们说窃题作弊一事，我会好好调查的，但取消比赛资格，我看就不必了吧。因为尹子金小姐根本没有参加第2轮征赛，也就不存在需要作弊这样的理由了。没有参加，也就是说他落选了。尹子金啊，尹子金，亏我还以为你有点本事，结果只是个虚张声势的纸牢。现在开始第3轮面试，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我方特别邀请的面试官，霍顿学府最年轻的校董尹子金小姐。难怪校长会笃信尹子金不会作弊，合着他根本就不是考生，是考官啊！可尹子金他跟我们一样大呀，怎么就成了诺顿的校董 ，ISC 的面试官呢？下一个，尹月轩。各位老师好，我叫尹月轩，毕业于清治大学。我就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女性被频繁造黄谣？一个巴掌拍不响吗？我认为清者自清，没做过就不需要证明。我问的是如何看待，不是如何处理。说话磕磕绊绊，没有逻辑，态度不认真。要是这么随便的话，出去。还得看老师让他出去，成成了。凭什么让我走？我不知道，难道你知道？我不用知道，你要是真有能力，你来做这个位置，你就可以不用走。下一个，我不服！你绝对是故意针对我，故意出这种意义模糊的题。抱歉，你的面试已经结束了，请你出去。轩轩怎么还没出来？轩轩，轩轩，快过来，快过来！哎呦，宝宝辛苦辛苦。怎么样，轩轩，有没有机会进诺顿啊？是啊，奶奶呀，现在就指望着你呀，进诺顿学府啊，为奶奶寻名于誉，叫你那个妹妹呀，不敢再嚣张。我应该发挥的挺不错的，挺有希望的。那就好，那就好。轩轩真不愧是奶奶的好孙女儿啊，不像那个没良心的白眼狼，连自己的奶奶都不救。轩轩啊，奶奶跟你保证，只要这次面试结果一出来，这庆功宴和生日啊就一起办了，也绝对是沪上啊最气派的一回。好，终于考完了，出来了，出来了，走走，去看看。出来了，出来了，结果出来了。这小轩，这怎么没有小轩名字呀？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把小轩搞漏了？对，我出事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我的名字？说不定又是有黑幕，或者是谁抢走了我的名次。没有人抢你的名次。尹月轩，你不要在这里造别人的谣，污蔑别人。他也太小人了吧！就是现在还在造谣。好啊，是不是你这个小人用的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挤掉了小轩？我棋子尹月轩。尹月轩这事没有告诉家人。尹子金不仅是诺顿最年轻的校导，更是这次的面试官吗？什么？小金，你是面试官？果然，我就说嘛，一定是你滥用私权，才让小轩落榜的。落榜？我今天是来通知你们，尹月轩已经被 ISC 国际决赛除名了。除名？林子金，就算你再记恨我，你也不该把气撒在小轩身上。你知不知道除名意味着什么？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报名 ISC 了，你这是要毁了他的前程啊！不行，我不能失去 ISC 这个翻身的机会，更不能失去赢家的宠爱。尹子金，就算你是面试官又怎样？你凭什么把我除名？你这是公报私仇！就凭你恶意盗取我的账号窃题，在污蔑我。你怎么知道？那就要问问林月轩小姐，还记得我吗？傅云生，最早开头刁你，居然是你！但这次可是你自己找上门来。我已经将你陷害我的证据全部留存，提交给 ISC 和诺顿，并一致决定将你永久除名。永久除名？那就是说，小轩再也无法通过诺顿为我寻医了。不，子金啊，以前都是奶奶对你太过于严厉，那也是希望你能成为更优秀的赢氏千金啊。现在好了，现在你以你的实力证明了你的优秀，跟我们回家好不好啊？尹老夫人还请自重，我们家子金不是赢家的私人，想丢就丢，想留就留。没规没矩的混账！我跟我孙女说话，有你个外人什么事儿？他不是外人。想必大家也听见了，我不是外人。若赢家再敢欺负赢自己，就是与我傅家作对。公子，妈，真甜啊！妈，现在只有子金能救我了。他不就是想要一个身份吗？今年小轩的生日就一起举办吧，然后再公布子金的身份，让他回来。那小轩怎么办？他从未做错过什么，只要被人以假千金的名义指指点点。那你说怎么办？就说我当年生了双胞胎，怎么样？哎，也行啊，就这么办。我让人去起草请柬，然后发出去。爸，赢家送来请柬，说是庆祝尹子金小姐和尹月勋小姐这对双胞胎23岁的生日。双胞胎？这赢家倒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真当尹小姐稀罕他们赢家，这时候知道尹爸爸的粘上来了。真是一群恶心的人，还双胞胎姐妹，就他尹月勋，你配？那就把请帖都拦下了，再改一下。改？就这样改。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呀！妙啊！去，快去改，改完了以后立马发出去，务必确保送到每个赢家想邀请的人手上。好。站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小姐您生日宴的邀请函。那正好，给我朋友们也发一份吧。谢谢轩轩，我们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闺蜜。沪上赢家诚邀诸位参加赢家养女尹月轩的生日宴会。
他说什么？养女？养女？我们本想在这一次的生日宴会宣布她的身份，并给大小姐银子金举办宴会，但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太过肮脏可耻，大小姐已经和赢家断绝了关系，很是遗憾，无法同时举办宴会，特此告知。这一定是弄错了，我这就去公司找我爸问清楚。你还不送客？今天大新闻啊！原来银子金才是赢家的大小姐啊！而赢家居然还舍得把她当银露薇的活体血库，有毛病吧？尹正廷，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轩可是我和你的女儿，当初你我费尽心思把她送进赢家，就是为了顶替银子金的身份，可现在你却说她是你的养女，你对得起我吗？哎呀，红珍呐，你真的是误会了。你也知道我有多疼爱你和小轩，甚至不惜让陆薇丢了紫金，也要给轩轩一个名分。我怎么会害轩轩背上一个养女的名义呢？我不仅是养女，竟还是私生女，甚至当年怂恿姑姑丢弃银子金的人是爸。妈，妈，怎么了这是？妈，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抛弃我的，对不对？哎呀，傻孩子，你说什么呀？妈养了你20几年，怎么会不要你呢？妈给你保证，就算紫金回来，你也是妈妈的女儿，是赢家的大小姐。那你要是知道我是私生女，还会对我这么好？不会的，就算你再怎么疼爱我，也绝对不能容忍爸爸和别的女人生下孩子，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你知道这件事。行了行了，好好收拾一下，跟妈逛街去。那选礼服好不好？好，谢谢妈妈。哎呀，有什么好谢的？你是妈妈的女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呀？走吧。喂，你好。赢夫人是吗？赢先生上班的时候晕过去了，现在正在急救室抢救，麻烦您尽快过来一下。喂，赢夫人，您还在听吗？韩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他怎么会突然晕倒呢？初步判断是由病毒引起的急性肝衰竭，需要立刻手术。你们家属都去做一下配型吧。妈，小轩，怎么办？你爸要是醒不过来怎么办？妈，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小金，他才是最有可能跟爸匹配上肝型救爸的人。可小金还在生我们的气，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答应。那我就去求他。好，好，果然现在只有你是妈妈最靠得住的人。只要能说服银子金捐肝，我便可以借此让他们再也下不了手术台。也只有此人能够保住我身世的秘密。妹妹，求我求你了，救救爸爸和奶奶吧！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了。无论你提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你的，哪怕是让我走出赢家。需要把人请走吗？不必，既然他想过戏，那就让他跪个够。这贱人真那么狠心，居然连见我一面做戏都不愿意。还好我赢了一手。小金，我知道你还记恨着我之前处处针对你，可我也只是害怕呀，害怕宠爱了自己20多年的家人被你抢走。但是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救救爸爸和奶奶吧！副手，尹月轩开直播了，拿来看看。小金，我错了，姐姐知道错了，对不起。小金，都是我不好，只要你愿意救爸爸和奶奶，你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小金，你听到了吗？瞧瞧，这世上还真是不缺生物，连赢家都能有人共情。找准时机把这些发出去。您这是要出去？我要是再不出去搭台，戏可就要散了。小金，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这次要真答应给嬴振廷捐肾，我就会让你们带着秘密一起消失在手术台上。而就算你不答应，也得背上骂名，看着嬴振廷死。你倒想得挺美。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诚心诚意来，就是希望你能去医院配型，救救爸爸和奶奶。赢家不是说你赢月轩才是真千金吗？怎么嬴振廷肾衰要我一个养女去配型？是，哪有不找亲女儿让养女去配型的道理啊？他们又没有血缘关系。哎，你们都不知道，刚刚赢家撤回的请柬上说了，尹子金才是真千金。好，赢家现在改口说你我是双胞胎，那你去我去又有什么区别？你说呢？真千金。好啊，尹子金，果真是你在请柬上动的手脚。我不过只是想告诉大家，还嬴子金一个清白。你若真是想要来求我，不如去跟大家解释清楚，为什么你真千金不行，要找我一个假千金？因为要想尹子金答应配型，只有当众承认他才是赢家的真千金吗？因为你才是赢家的真千金，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而你就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尹子金居然是真千金啊！那赢家怎么还舍得把亲女儿当一路威的活血库啊？豪门就是横行。那赢家怎么还舍得把亲女儿当一路威的活血库啊？豪门就是横行。评论的这些人都懂什么？就算尹子金是我亲生的又如何？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是小轩，就连振廷现在需要配型，都是我的养女去求我的亲生女儿，谁亲谁输，我还不会分吗？去，把评论区里这些人都找出来，敢诋毁我的女儿，都给他们发律师函。boss， 赢家发出了律师函警告。那就把子欣小姐刚找到的证据都发出去。是，但还有一事。说，我们找到了尹月轩的生母，并得知尹月轩其实是嬴振廷的私生女。那尹月轩还真称不上是假千金啊。那也挺好，他们不是想要甘愿吗？可以，又不是只有子欣是嬴振廷的女儿，他们还有一个宠爱多年的女儿可以做配型，咱们也不能厚此薄彼了。是，我这就去办。只身不赢，还差点要了子欣的命，现在让他去救人，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尹子金，我已经承认你是赢家的女儿，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这下你可以去医院和爸爸配型了吧？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去了？我从始至终都只是在问你为什么要找我去配型，而不是你自己去。你这个骗子，你冷血无情，你配得上爸爸妈妈对你的生恩吗？是，就算赢家撒谎，那也是人家家事，尹子金怎么能见死不救啊？真是白眼了，活该赢家不承认他。下次用网络道德绑架我的时候，记得换一家好一点的水军公司。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不明事理的圣人？用户77821、77822等一系列账号违规刷屏，以永久封号警告。你们快看微博，有人发了尹月轩买水晶黑尹子金的证据。你是怎么查到的？当然是你在过戏的时候。这个不孝女，小轩都这么求她了，她非但不肯来，还买水军，说小轩黑她，真是太过分了。尹夫人，好消息，好消息啊！女儿不孝，丈夫和婆婆接连入院，这会儿我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尹先生的肝源有了合适的配型。真的？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手术？马上，尽快。这是谁的肝源？我要好好谢谢他们。不是别人，是你女儿，这样还省了一笔费用。我女儿？小金不是说不会来的吗？是尹月轩小姐。小轩？不是说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几乎不能匹配上吗？小轩匹配上了，她果然是我们赢家的福星，是我周曼华的女儿。走，我们去把小姐接回来。戏都演完了，还赖着不走？我没有演戏，我真心希望你能去医院救爸爸和奶奶。找人黑我，就是你求人的方式。
我们赢家没有你这种薄情寡义的女儿。小轩，你不必再求他。可爸，你放心，你爸人人自有天相，已经找到甘源了，真的真的。而且那个人呢，就是你。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是我？明明配型的时候，我让人更换了样本，怎么可能配得上？真的是你啊，宝贝。虽然你不是我跟你爸亲生的，但或许这就是天意，你注定是我赢家的福星啊！不，这不可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报告上动了手脚？我在路边随手拉了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这么巧合和爸匹配上了甘源？什么陌生人？小轩，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做匹配，在路上随便找了个人来骗我？废话，我可是嬴振廷的私生女，真要配上了，岂不是一切都暴露了？妈，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被你们捡来的养女，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奇迹？所以这也不算是奇迹，毕竟除了我们紫荆，你也是嬴振廷的亲生女儿，怎么会配不上？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不记得我还生过另外一个女儿啊？小轩怎么可能是亲生的？因为她是嬴振廷和别人生的女儿。被你换过的样本，也被我换过了。妈，还叫妈？你一个小三的女儿，你也配？还是说你在嘲讽我？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换掉了样本，说你不可能匹配上。你和你那个妈玩我呢，是不是？钟满环，我警告你，别逼我动手。你都快50了，我要真想打你，你起都起不来。你说什么？你一个享尽我宠爱和赢家富贵的私生女，你还敢打我？是我逼你宠爱我吗？是我逼你让我当赢家大小姐吗？还是我逼你要把尹子金赶出去吗？是你自己。你自私，你爱面子，什么都没有你的脸皮来的重要。别说你爱我，你最爱的人是你自己。你胡说！没有你，我早就把紫金找回来了。当年要不是振廷带着襁褓中的你出现，又对我转变了态度，我一定会继续找紫金的。所以呢，尹子金回来了，你有对他做什么吗？周曼华，你就是蠢，你现在都还不知道吧？当年尹子清被弃，我不过就是个婴儿，能做什么？这一切都是你的好丈夫和他的情人的计谋。你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振廷的主意？当年为了稳住赢家在沪上的地位，嬴老夫人不惜拆散了情投意合的嬴振廷和景洪镇，也要促成嬴周两家联姻。却不知那时候的嬴月轩已经出生。为了弥补初恋，嬴振廷蛊惑尹路威，抛弃了嬴子敬，这才有机会将嬴月轩光明正大的带回嬴家，鸠占鹊城。阿华，孩子回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赢家要这么做？先是害我丢了女儿，又让我养了小三的女儿20几年，我杀了你这个孽障！孽障？你方才还说我是福星呢！哼，我就知道你口口声声说爱我，根本就是假的。所以，周曼华，你活该！明明就是你的天性，明明就是你把尹子金当工具，明明就是你内心险恶，还要把一切责任怪在别人头上。你以为你一直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模样，你的内心就能得到安慰了吗？做梦！要告诉我，你这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当中。看到你现在遭报应了，我就开心了。所以我为了一个小三的女儿，彻彻底底的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子敬，妈知道错了。小轩居然是那个女人的女儿，甚至为了这个私生女蛊惑陆卫，做出姑姑遗弃侄女的丑闻。
震天，你糊涂啊！不好，别人心脏骤停，快去通知家属。尹先生，你现在的状态还不变出来？妈，尹先生，您来的正好，快和老夫人多说说话，或许能唤醒她最后一丝的求生意志。妈，你不是还在担心陆威的安全吗？我一直在走国际诉讼，他马上就被送回来了，你一定要等他回来呀！真的有用，尹先生，你再多说2句。好，妈，陆威马上就回来看你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尹总，我们收到结果，有关陆威小姐的回复了，还不快说呀？说呀！结果驳回了我们的申请，并宣判陆威小姐今日行刑。妈，你不能走啊！你醒醒啊，妈！你奶奶去世了，速来医院。好啊，那老太婆当初阻拦我妈进尹家，也算是罪有应得，死就死了。你在说什么呀？她好歹把你当亲孙女一般宠爱。什么叫当？我本来就是赢家的女儿，更何况现在我爸才是一家之主，只要我给他捐一半肝脏表表忠心，你就会彻底沦为弃妇。到时候什么私生女的污名，都会在他娶了景红珍之后消失。做梦！绝对不会让你和那个小三进门的。子金，你帮帮妈妈好不好？你不是最厉害吗？又是古武，又是古一的。你一定不能让他们母女取代我们。可我早就不是赢家的人，更不会成为你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你终究是我的女儿，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骨肉。但那里已经不是了。那个一直等你道歉的宁子金早就死了，被你的忽视与偏爱亲手杀死的。子金，妈知道错。你看看，你的亲生女儿已经不管你了，要不你求求我，或许我还能施舍你点什么，好让你在养老院度晚年。你不会有这个机会，即使是他不要的东西，你也别想要。就在刚刚，救护车带走了钟曼华，而在医院，先是尹老夫人知道真相后气急身亡，随后昏迷的尹振廷也醒了。那尹月轩呢？我的人已经把他控制住了。尹振廷想用他来续命，我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如今爷爷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薇拉霍尔，典籍设计师妹，第一毒药师，塔罗命运之主，神算天下者，古一古武的创始人，曾经的莱恩格尔小姐，如今的尹子金。傅家终究不是您的归属，请问您什么时候回归组织，继续带领我们？我在这儿还有未完成的事情要做。如果您说的是尹家那些人，据我们了解，是尹将进了才对。不，我说的不是他们，是……算了，没什么。帮我以莱恩格尔的名义送给傅氏一份礼物吧，我会尽快处理好这里的一切，回到诺顿。找到尹月轩了吗？回家主，我们有查到小姐早上去过景夫人那里，但景夫人早就离开了，所以现在小姐还是下落不明。废物，一个人都找不到，是要等我入土了再把人送回来吗？家主息怒，我们一定尽快找到小姐。尹老哥，消消气。傅明成，你想干什么？是来看你那个好侄子联合我女儿把我害得有多惨吗？哎呀，乔尹哥这话说的，我们家云深呢，向来顽固，不服管教，这你知道？这不，替他来给您赔罪呀。赔罪？是啊，作为赔礼，我可以告诉您尹月轩小姐的位置，只不过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在后日的傅氏宴会上，你得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把那小子捞下来。这不是咱们家的大情主傅云深吗？怎么，表弟今天不出去陪美人约会，反倒有空回老宅了？你在赢家闹这么一出，也没见你出多少风头啊！护短，向来是我傅家的优点，不
不知道为何姑父和表弟没有遗传到。你这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不要以为入赘了傅家，改了个姓就是傅家。我傅云山要护的人，你拦不住，这主子可不是你该做的。傅云山，你敢这么跟我爸说话，信不信我等会儿？嗨，都是一家人，何必呢？傅总，鉴于傅氏董事长现处于昏迷状态，无法管理傅氏，您作为第一继承人，有权代为。既然如此，这位置我是坐定的。怎么？姑父和表哥是要越俎代庖？没错，不服啊，我倒要看看，如今爷爷不在，还有谁能够给你承诺？谁说我不在？爷爷，你什么时候醒的？怎么，我醒了，你们俩很失望，或者说，我要是不醒，你们俩会提前让傅氏尽数收入囊中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云深他太年轻，怕他在公司不服众。滚开，这不是你能坐的位置。好，就此机会，我宣布几件事，以免以后我再也请不来了。不好，爷爷这是要当场立遗嘱，把傅家全都给傅云深。爷爷，您说什么呢？您这不是好好的吗？说什么丧气话呀？我老爷子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你们就当我是想好好休息，提前把公司的几个产业给分出去吧。首先这玉香坊就交给云深来管理。爷爷，您老糊涂了吧？玉香坊可是我们傅氏的招牌，你这么交给一个纨绔，你不怕他直接败光吗？对，我的决定还轮不到你来指挥。云深，来。以后玉香坊就交给你了。等等，我不同意。怎么，小辈不懂事，现在连你也不懂了吗？我不是不懂事，你是偏心好吧？是，你是心疼早逝的儿子，可是你这也不能如此偏心，把他留下给傅云深呢。反正我不管，这玉香坊都是我跟依晨的，但要是我不同意呢？那么我们赢家也会助傅明成先生一臂之力，夺回本该属于他的那份自立门户，抢你傅家生意，还你们傅家的资金。就凭一个赢家？那倒不止，我们已经拿到了世界顶级财团莱恩格尔家的合作。你别说一个傅家，10个傅家给我，我都不稀罕。莱恩格尔，所以我为傅云深和傅爷爷准备的礼物，就这么被小偷冒领了。众所周知，莱恩格尔目前除了对诺顿学院的投资，已许久不再与任何公司、家族企业联系。你凭什么觉得他会跟你合作？哼，你这个小丫头，你不会以为我这个合同是假的吧？我没说你这合同是假的，但莱恩格尔想要合作的对象不是你。什么意思？该不会是想说这莱恩格尔是看在他傅云深的面子上，才向我们傅氏抛来的橄榄枝吧？我告诉你，他傅云深不过就是一个纨绔，怎么可能得到莱恩格尔的青睐？凭我，就是莱恩格尔这个项目，我想给谁就给谁。什么？银子金居然还是世界第一财团莱恩格尔？你开什么玩笑？你银子金是我的女儿，你有几斤几两，我这个当爹的还不清楚吗？现在还在这冒充莱恩格尔的人，真是不把羞耻！哼，一个从未出过国的小丫头，怎么会与国外的财团有关系？说话也不打个草稿，简直让人笑话。傅云深啊，傅云深，你该不会真以为自己抱上了一个大腿，就心甘情愿的做他银子金的小白脸？若他真的愿意包养我，倒是拱手奉上我的一切，但这不代表你们可以欺我、欺爷爷、欺傅氏。放肆！那不是威纳斯集团的赌注吗？他们怎么喊傅云深 BOSS 啊？我有钱，很好养。
好啊，怪不得维纳斯集团在这么多年一下子冲到了世界顶尖，原来是你利用傅家的关系在反哺啊！不许胡说，维纳斯是云深自己的心血，与傅氏无关。倒是你们几个这些年一直挥霍吸公司的血，令傅氏陷入摇摇欲坠的险境。我若不将玉香坊交给云深，我才对不起傅家，对不起傅氏。我和爷爷并非是无理之人，既然姑父表哥已经表明了要离开傅家，那就请便吧。还有，这位从未邀请过的嬴振廷先生，我和依晨不能走。这家都还没分呢，凭什么给傅云深一个人拿去啊？信不信？等我和莱恩格尔合作之后，把你们傅氏全都改了姓了。我说了，莱恩格尔是不会跟你合作的。就凭你？莱恩格尔协理，见过小姐。塔罗院协理，见过命运之主。55，古一，见过祖师。啊，他是祖师。是啊，这祖师，原来紫金你才是老祖转世，将是带来我们赢家走向辉煌的福星啊！赢家的辉煌与我无关，但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决定莱恩格尔的合作。此乃谬，您是莱恩格尔小姐，是莱恩格尔的主人，自然有权利决定莱恩格尔的一切。那就把合同撕了，转送给维纳斯的主人。啊，这怎么会这样？哎呀，儿子，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全没了，全没了！好，好，好！大家如果对某些人的离开没有意见的话，那我就做主，要把傅氏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云深来管。好。小姐，如今解决了这里的因果往事，您也该随我们回去了。是啊，塔罗院也不能没有您的管辖。还请小姐随我们速速回去。他要走，断情成为天道，本就是我的夙愿。既如今情已断，那我便跟你们回去。其实我早就该猜到，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而我更不应该把他关在身边，剥夺他翱翔的权利。进。你怎么来了？莱恩格尔的合同，送你的礼物。谢谢。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有。我想问你，有没有哪怕1分1秒喜欢过我？喜欢是什么感觉啊？那我换几个问题。你喜欢和我单独相处吗？嗯。在我生病受伤的时候，你会为我感到伤心？嗯。喜欢和我聊天？嗯。不管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你都觉得我是最好的。嗯。或许我的喜怒哀乐也可以影响到你。嗯。英子姐。嗯。我完蛋了。什么叫你完了？当然是为了失恋的自己而感到悲伤。就算我知道你或许也是喜欢我的，但我已经不能自私的将你留在身边。所以我不喜欢你了，你就不喜欢我了？那当然，追你可太难了。你不会因此取消了合作吧？我送出去的礼物
就没有收回的道理。时间不早了，先休息吧。傅云深，再见。再见。小姐，真的不用再和傅先生好好道个别吗？不必，我欠他的恩情早就还清了。嬴振廷也因银月轩的消失，逐渐走向死亡。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又何必眷恋着凡尘？可您昨天明明还……我会跟你们回去的，但不是现在。为什么？您是有什么留恋吗？我想再给他一点时间，或许他会跟我一起离开这里。紫金小姐呢？她还没睡醒吗？您还不知道银子金小姐今晚的飞机回诺顿？今天就走？什么时候的飞机？大概还有1个小时起飞。这么快就要走了？对了，这是银子金小姐给您留的一封信。根据约定，男朋友这个位置第一继承人是你。我怎么就这么重？哪怕他想飞的地方再远，我都会努力追上。航班就要起飞了，大家请登机。走吧。叶子金，我错了，我不该自作深情的放你离开。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争取一下上港男友这个位置？可我说过，追我很难。不怕，我可以慢慢追，反正在你男朋友的这个位置上，我是第一继承人，不是吗？